与中俄两国相邻，既有安全又不愁发展，为何哈萨克斯坦仍计划全面西化？有人说，只有控制了世界心脏，才有可能得天下，而这心脏指的便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。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无道理，从我国历代王朝就能看出，每一个盛世王朝必定会拿下中亚，而每一个衰弱的朝代也都是从中亚开始的。中亚有5个国家，分别是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。其中，哈萨克斯坦占据了中亚半边江山，在中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哈萨克斯坦北面与俄罗斯为邻，南与乌兹别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接壤，西濒世界最大的咸水湖里海，东部则与我国相连，总面积272万平方公里，领土面积仅次于阿根廷，在全球排名第9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。如果西方势力想要染指世界心脏的话，那么哈萨克斯坦就是最好的渗透对象。也幸好哈萨克斯坦曾属于苏联的加盟国之一，苏联解体后，哈萨克斯坦虽然实现了独立，但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很大程度都依附于俄罗斯，是俄罗斯最为稳定的盟友之一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哈萨克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古代时是长期依附我国的附属国，如今也是我国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。可以说，哈萨克斯坦无论在安全上还是经济上都得到了全方位的保障，根本没有给外部势力任何可乘之机。然而，自俄乌冲突以来，哈萨克斯坦的态度就变得十分微妙了。首先是不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独立地位，接着又加入西方阵营一起制裁俄罗斯。而就在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际，哈萨克斯坦竟直接宣布要进行西式化的改革，建立全面西化的政治体系。难道哈萨克斯坦已经沦为西方势力的爪牙了？要知道，就在今年年初，哈萨克斯坦就出现过一场巨大的危机，多地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，甚至演变成为大规模暴乱。最后还是俄罗斯响应求助，迅速出兵，仅用了1夜的时间就帮助哈萨克斯坦稳住了局势。如今才过去几个月，哈萨克斯坦居然就翻脸不认人了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其实说到头来，还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特殊的地理位置。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为了确保自身安全，选择了与俄罗斯结盟，可后来才意识到，国家的强弱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，而如今的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已经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。为了自身发展，哈萨克斯坦只能铤而走险，与西方势力达成贸易往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北约的东扩点燃了俄罗斯的怒火，俄乌之战让哈萨克斯坦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。如果此时亲俄，那么必然会像俄罗斯一样受到西方的制裁，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。可若是亲美，那么哈萨克斯坦很可能会成为第2个乌克兰。然而，任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实力悬殊的俄乌之战竟陷入了僵局，这也让哈萨克斯坦有了下定决心的勇气。既然决定要走强国之路，那么经济方面必然是重中之重。因此，哈萨克斯坦才决定全面西化的改革政策，既是给西方一个交代，又能试探一下俄罗斯最后的底线。当然，俄罗斯方面或许无法顾及到中亚，但作为中亚最重要的部分，哈萨克斯坦的稳定也影响着我国新疆地区的安危。因此，我国也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在中亚地区蔓延。哈萨克斯坦的改革或许是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，但哈萨克斯坦想要更好的发展，唯有背靠中俄，积极参与和推动上合组织和“一带一路”的建设，才能在安全和经济上得到最大的保障。